对于具体的当事人来说，死亡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在任何时候面对它都是困难的。可是如果你把空间放大一下，你马上就会释然了。正如王家庄的人们所说的那样，哪一天不死人呢？还是毛泽东主席说得好，他教导我们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斯大林同志说得更好，他在谈论起阵亡的将士的时候说，死亡就是一个统计数据。一个数据，的确是这样。三丫死了，王家庄的乱葬岗多了一个坟包，别的就再也没有什么了。三丫的命不好，真的不好，活着的时候都那样了，不说他了。死了，照理说不该再有什么的，可他的丧事就是办得没有一点样子，连一点丧事的样子都没有，喜气洋洋的。出殡的时辰是在下午，大伙儿挺悲痛的，一起围着三丫的尸体念叨他的好。谁能想得到王家庄热闹起来了呢？三丫的尸体还没有入殓，王家庄的鸡、鸭、鹅、狗、猫、猪、马、骡、牛、羊、兔、驴、鼠一下子出动了，热闹了。其实是有征兆的，一大早就有了迹象，谁也没有留意罢了。大清早最早撒欢的是那些母鸡们，它们并没有下蛋，可它们像生了龙凤胎的女人，大呼小叫的撒娇了。而那些公鸡就更可笑了，它们平白无故的拿自己当成了雄鹰，企图在蓝天与白云之间展翅翱翔。它们蠢笨的翅膀无比的卖力，想飞又飞不高，就从地面跳到围墙上去，再从围墙跳到屋顶上去，再从屋顶跳到树梢上去。它们在树巅上像巨大而陌生的鸟。鸡一飞，狗就跳了，这个是不用说的，狗一跳，动静大了。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全部出动了。他们雄赳赳，一个个伸长了脖子，还挺起胸膛，用自己的嘴巴当武器，对着没有危险的前方慷慨赴死。他们没有仇恨，却义愤填膺，好像真理就在前方，等待他们去誓死效忠。他们飞腾吼叫，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而那些家畜和牲口显然得到了鼓舞，到底撂开了蹄子，呲着牙还咧着嘴，一副情欲难耐的样子，像发情了，骚得不行，都渴望交配。可是当他们挣脱了缰绳，一公一母相互打量的时候，愣住了，水汪汪的眼睛迷惘的要命。他们没有情欲，公的并没有勃起，而母的也没有红肿。怎么办呢？不知道了，只能叫，只能跳，活受罪了，是守着活寡的样子。三丫的尸体就是在这样乱糟糟的场景下面搬出来的，没想到更大的事情还在后头。水里的鱼虾也折腾起来了，起初的水面还是好好的，平整如镜，偶尔也只是一两个水花。接下来却不一样了，水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人们走到河边，吓了一大跳，岸边的水面全是鱼的嘴巴，白花花的，却又是黑乎乎的，一张一闭，仿佛水鬼在召唤。还有虾，
它们青黑色的背脊一溜一溜地贴着水面，脑袋一律对着河岸，长长的须飘在那儿，密密麻麻，看得人都起鸡皮疙瘩。而许多大鱼居然飘上了水面，它们躺着了，白色的大肚子一闪一闪，已经失去了力量，失去了它们神秘、优雅而又雍容的姿态。这可是鱼啊！有人就跳进了水中，模样的示范作用彻底地体现出来了，更多的人跳进了水中。到了这个时候，不只是家禽、牲畜和水里的鱼虾疯了，人也疯了。消息很快就传递到送葬的队伍里来了，有人捞出了鱼，有人捞到了虾，用捷报频传来说，一点也不为过。捷报传来，送葬的队伍一下子喧哗起来了，热闹了，松了。眨眼的功夫就溜掉了一大半，到后来差不多走光了。他们在哪里呢？在河里。这可是从天而降的外快，错过了那可不是傻叉吗？要知道，这可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需分配，想捞多少就捞多少。谁也没有料到，共产主义就这样实现了。哀伤被鲤鱼、鲢鱼、鲫鱼、鳊鱼、鲶鱼和虾取代了。人们忘了三鸭还在下葬呢。可话也要说回来，不能因为三鸭下葬，其他的人就不过日子。人们的心情好得要命，尤其是孩子。到了黄昏，河面上又飘上来一些鱼，但是人们不要了，够了。这个傍晚的炊烟真是出格的妩媚，无比的轻柔，袅袅挪挪，伴随着夜色的降临，红烧与清蒸的气味蔓延开来了，很鲜。在厨房、天井、猪圈、草垛、巷口和晚霞的边沿飘荡，笼罩了王家庄。盛大的鱼虾晚宴开始了，人们在吃鱼。人们依靠嘴唇与舌头的精妙配合，把鱼肉留在了嘴里，而把鱼刺剔在了外面。就在家家户户吃鱼的时候，王家庄突然响起了笛子的声音。笛子到底是笛子。俗话说得好，饱吹笛子，饿吹箫。一语道破了笛子和箫的区别。箫是凄凉的，它千回百转，哀伤、幽怨、不如意，一脑门子心思，是吃不饱肚子的穷酸秀才们喊冤的方式。自哀自怜了。笛子不一样，笛子饱满、激越、悠扬，有充沛的吐气，体现出酒足饭饱的气象，荡气回肠。谁会在这样的时候不好好吃鱼，跑出来吹笛子呢？当然是王大贵了，气息和指法都在这儿呢，听得出来的。王大贵吹的是我为公社送公粮。这个曲子有它的难度，气息要饱满不算，关键是指法，有一大串忙碌而又豪迈的跳音。想想看，家里的粮食多得吃不完，趁着阳光明媚，秋高气爽，显而易见了。一定是人欢马嘶，手舞足蹈，不用跳音不足以说明问题，不足以说明广大社员对公社，也就是国家，憨厚的、痴迷的、一竿子到底的、无条件的爱。王大贵在吹，说的高级一点，在演奏。他拼了命地吹，竭尽了全力。因为用力过猛，好几次都失声了。可以想见，他的10个手指头这会儿正像扑灯的飞蛾，啪啦啪啦地颤动。
王大贵肯定是在用他的曲子送他的女儿了，希望三丫到了阴间好好劳动，不要忘记了送公粮。既然王大贵卖力气，那就听着吧，挺好听，一边吃鱼，一边纳粮，一边听曲子，这样的好日子哪里有？今天是个好日子，千年的光阴不能等，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谁能想到王家庄会有今天？谁也想不到，王家庄就是天堂。但王家庄到底不是天堂，王家庄只是王家庄。就在当天的夜里，在凌晨，所有的人都还流淌着口水，沉浸在睡梦中的时候，大地突然变成了水，波动起来了。波动起来的大地再也不像平日里那样厚实了，一下子柔软的要命，娇气得很，像小嫂子们的肚皮，十分陶醉，十分投入地往上拱。这一拱，王家庄就醒了，即刻明白了过来，地震了。但只是一会儿，令人陶醉的波动顺着大地的表面去了远方，嗖的一下去了遥不可及的地方，再也无迹可求。人们冲出了房门，不少社员顺手操起了锄头和扁担，他们在等他再来，他们要和地震做最后的搏斗，有种你就再来。而那些睡得太死的庄稼人并没有感受到大地迷人的扭动，他们黑咕隆咚地站在地上，心里头只有遗憾，反而憧憬起来了。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地能再波动一次，他们就是想看一看大地是如何像小嫂子的肚子那样不要命地往上拱的。人们彻底失去了睡意，在这漆黑的夜里，他们扶着钉耙还有锄头，他们开始讨论了。王瞎子已经出现了，在这样的时候，怎么能少得了王瞎子呢？王瞎子四处走动，对他来说，黑夜和白天是一样的，反而方便了。王瞎子到处发表他的权威性的看法。就在天快亮的时候，高音喇叭突然响了。湿漉漉的凌晨传来了吴曼玲的声音，她的声音在雾蒙蒙的水汽中特别的洪亮。吴曼玲的讲话时间并不长，提纲挈领，主要表达了3点意思。第一是警告，他警告了王家庄的敌人，不要在这个时候轻举妄动，那将是徒劳的。第二则是祝贺，吴曼玲热情洋溢地告诉王家庄的社员同志们，他们在与地震的战斗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最后，吴曼玲从全局出发，对抗震工作做了全面的展望。他告诉王家庄的社员，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最后的胜利属于谁呢？当然是王家庄。和以往一样，吴曼玲在高音喇叭里说的最多的，其实只是一样东西，那就是胜利。吴曼玲这样说，显然带有王家庄的特色了。要是细说起来，王家庄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痴迷胜利、最渴望胜利的地方了。王家庄什么都可以没有，什么都可以不要，就是不能没有胜利。胜利是王家庄的命根子，吃的、穿的、喝的，这些东西都很要紧。然而在胜利面前，这些东西就次要了，它们是附带的。人们要吃、要喝、要穿，首先是因为胜利就在前面，你不吃不喝，你就走不到那里去。同样，你光着屁股走到胜利的面前，你也不体面。胜利是什么？胜利就是结果，反正什么事情都是有结果的。
这就等于说，在王家庄，什么事情都可以导致胜利，因为经历的胜利太多了。王家庄在胜利的面前，就表现出了麻木的一面。但这麻木不是一般的麻木，骨子里是大气，有了恢宏的气度。接下来，王家庄才知道，真正地震的可不是王家庄，而是一个叫唐山的地方，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家庄的。中央的消息把地震这件事推向了高潮。某种意义上说，中央的消息同样把地震这件事带向了尾声。这件事和王家庄没有什么关系嘛？但接下来的问题来了，唐山在哪儿呢？这件事伤脑筋了。王家庄没有一个人知道，连王瞎子都不能确定。王瞎子倒是抬起头来了，拼了命地挑眉毛，用他并不存在的眼睛对着远方眺望了好半天，最后很有把握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很远，非常远。王家庄的人们知道了，唐山很远，唐山非常远。远是个好东西，在地震面前，远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东西了。远了安全，远有一个好处，它不可企及了，变成了梦，一不疼，二不痒。谁听说梦疼了？没有。谁听说梦痒了？没有。远还有一个好处，它使事实带上了半真半假的性质。既然半真半假，那还打听它做什么？那不是瞎操心吗？王家庄在最短的时间里头就把唐山忘了，趁着人多，嘴巴一掉头，立即杀了一个回马枪，重新把三丫捡了回来。说说三丫的性格，还有三丫的长相。当然，三丫下土了，其实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三丫长什么样？三丫到底长什么样？这个问题把端方缠住了。端方一次又一次的回忆，他记得三丫分开的腿，他不安的腹部，他凸起的双乳，他火热的皮肤，甚至他急促的呼吸，这些都很清晰。但是端方的记忆到此结束。到了脖子的上半部分，端方就再也想不起三丫的模样来了。三丫留给端方的记忆是无头的，他就是记不得三丫的脸，那张脸和端方曾经靠得那样近，端方就是想不起来了。三丫到底长成啥样呢？这个问题几乎让端方发疯了，他想不起来了，一点点也想不起来。端方用力地想，可记忆就是这样。当你用力的时候，离本相反倒远了。端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门并没有栓，然而没有一个人敢进去。门里头关着的是一只虎，不要招惹它，谁招惹了它，第一个就会扑向谁。沈翠珍和红粉一直站在堂屋，空着两只手，不知道做什么好。从三丫的尸体拖回来的那一刻起，这个家里就再也没出现过一丝阳气，寒飕飕的，倒像是死人了。端方把自己关在房子里1天多了，没有吃也没有喝。沈翠珍装得很镇静，心里头到底不干净。虽说三丫的死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可在三丫和端方的关系上，他毕竟打了靶。心里头
还是自责的，不敢说出来罢了，所以不放心，在等，不知道端方要对他说什么。王存良在天井里盘旋了半天，回到屋子里来了。他瞟了房门一眼，欲言又止的样子，最终还是掏出烟锅，在门口蹲下了。王存良对着烟锅吧嗒了几口，满脸的愁容，笑声说：“今年这是怎么回事？你说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和我们家过不去？”红粉不爱听这样的话，连忙把王存良的话茬子接过来了，说：“不顺遂的话不要说，什么和我们家过不去，关我们家什么事？”王存良从嘴里拿下烟锅，在空中戳了戳，说：“三丫就这么没了。”红粉说：“生死在天，富贵在命，不关我们家的事。”王存良拧起眉头，说：“三丫就这么没了。”红粉说：“话不是这样说的，别什么东西都往家里捡，又不是钱包。”王存良不想和红粉唠叨，抬起头却去看沈翠珍，说：“你也是的，你就让他们好，何至于这样？”沈翠珍最怕的就是这句话，现在王存良把这句话挑开了，他沈翠珍怎么承受得起？刚想开口，红粉说话了。红粉说：“这个我要说句公道话，这个怪不得他，端方是他生的，他管教自己的儿子，犯不着任何人。照我说，胳膊往里拐也是该派的。”沈翠珍把红粉的话全听在耳朵里，要是换了平时，这句话沈翠珍其实是不爱听的，可今天不一样了，难得她在这个问题上不糊涂了，还替自己说了话。沈翠珍的眼眶子一热，成情了，一个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把房门虚掩上了。沈翠珍坐在床沿上，想起了三丫，热烫烫的泪水一阵又一阵的往外涌，又不便大声的哭，两只手就那么放在床框上，来来回回的搓。就这么流了一会儿的泪，却听到了堂屋里的动静。沈翠珍连忙把眼睛擦干了，出了房门，果然是端方起来了，堵在门框里，像一个恶煞。端方盯着沈翠珍，一步一步地走了上来。沈翠珍怕了，她其实一直是怕这个儿子的。端方一直走到沈翠珍的跟前，一把扳过了母亲的肩膀，说：“妈，三丫长什么样？你告诉我。”这句话瞒了，沈翠珍更怕了，她再也想不到儿子会问出这样的话题来，不敢说话。端方把自己的胳膊搭到红粉的肩膀上去，央求说：“姐，你告诉我，三丫她长什么样？”沈翠珍插话了，说：“端方，三丫长得蛮标致的。”“我不是问她长得怎么样，我是问她长什么样。”红粉也怕了，后退了一步。端方没有问出结果，放下红粉，坐到门槛上去了。端方仰起头，望着天，说：“我就想知道三丫长什么样。”沈翠珍已经不是怕了，而是恐惧了。她来到端方的跟前，伸出手放在了端方的额前。端方把目光从远处收回来，看着自己的母亲，说：“从前我没有留意过，见面的时候是在夜里，我记不得三丫长什么样了。妈，儿子没糊涂，我就是想知道三丫她长什么样。”
端方的目光是空的，他的眼睛里积了一层薄薄的泪，却没有掉下来。沈翠珍望着自己的儿子，心已经碎了。沈翠珍说：端方，三丫他死了。我知道他死了。端方猛站起来，顿足捶胸，没有流泪，口水却流淌出来了。无助是端方无比的狂暴，我就是想知道三丫她到底长什么样。第二天的上午，沈翠珍在巷口遇上了孔素贞。沈翠珍想问问素贞家里头有没有三丫的相片，如果有的话借出来给端方看一眼就好了。可是见了面说不出口了，沈翠珍埋下头，只想躲过去。孔素贞反而把沈翠珍叫住了。孔素贞的目光特别的硬，特别的亮，一点都看不出丧事的痕迹，只是人小了，活脱脱的小了一大圈，褂子和裤子都掉在身上，空荡荡的。沈翠珍知道躲不脱，只能硬着头皮走了上去，两条腿都不知道是怎么迈出去的。孔素贞拉起沈翠珍的手，叹了一口气，说：大妹子，你也不必难过，端方算是对得起他了。三丫要是活着也是无趣，不是我这个当妈的心狠，还是这样好，还是这样好啊，干净了，干净了啊！孔素贞说这些话的时候，出格的平静，就是身子左右不对，直晃。沈翠珍担心他栽下去，伸出胳膊，双手扶住了他。沈翠珍再也没有想到，瘫下去的不是孔素贞，反而是他自己。沈翠珍满眼的泪，两条胳膊死死地拽住了孔素贞的双臂，尖叫一声滑了下去，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晕了过去。端方一直在做梦，梦总是没有阳光，笼罩了一层特别的颜色，即使是在麦田。端方的梦奇怪了，每一次都是从麦田开始，然后蔓延到一个没有来路的去处。起风了，麦子们汹涌起来，每一颗麦子都有芦苇那么高，而每一个麦穗都有芦苇花那么大，白花花的，在风中卷动，拼命的想引诱什么，放浪极了。端方提着镰刀钻进了麦田，刚刚进去，风平了，浪静了，铺天盖地的麦子支棱在那儿，而麦子们又变大了，起码有槐树那么高。端方其实是钻到森林里去了。端方朝四周看了看，没人，叹了一口气，开始割麦子了。到了这样的光景，端方才注意到自己手里拿的并不是镰刀，而是锯子。端方就开始锯，好端端的一座坟墓居然把端方挡住了。三丫的身影突然从坟墓的背后闪了出来，很快，只是腰肢那一把无限的妖媚，都有点像狐狸了。三丫的头发是挂着的，遮住了大半张脸，斜斜的用一只眼睛瞅住了端方，目光相当的哀，却又无故的笑了，笑得没头没尾。三丫一直走到端方的跟前，伸出手来，一把勾住了端方的脖子，仰起头，嘴唇还撅起来了，不依不饶地等他。端方说：这里不好，有蚊子。三丫调皮了，狠叨叨地说：你才是蚊子。端方起来说：
我怎么是蚊子？三丫说，你就是蚊子，毒蚊子。端方说，你再说一遍。三丫说，你就是毒蚊子。端方一把就把三丫搂过来了，用嘴巴盖住三丫的嘴，还用舌头把三丫的嘴巴堵死了。光顾了埋头吮吸三丫的舌头，却意外地发现三丫的舌头并不是舌头，是用冰糖做的，吮一下就小一点，再吮一下又小一点。端方心疼了，有些舍不得，捂着三丫的腮说，你看，都给我吃了，还是给你留着吧。三丫有些不解，说，留着也没用，吃吧，给你留着呢。端方于是就吃到后来，三丫的嘴巴张开了，嘴里什么也没有了，空的。就在这个时候，三丫突然想起了什么，想对端方说，可已经说不出口了，一个字都说不出。三丫急了，变得极度的狂暴，手舞足蹈不说，还披头散发了。端方吓坏了，这一惊，端方就醒了。三丫想对自己说什么呢？端方想不出，想来想去，又绕到三丫的长相上去了。三丫是长什么样子的呢？为了弄清楚三丫的长相，端方差不多走火入魔了。一个疯狂的念头出现了，他要把三丫的坟墓刨开来，打开他的棺材，好好看一看。这一回端方没有犹豫，他在家里头熬到了黄昏，从房门的背后拿出大锹，扛在肩膀上出去了。不能等天黑的，天黑了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正是收工的时候，端方没有从正路上走，想必还是怕碰见人。乱葬岗在王家庄的正北，比较远，是一条羊肠道，要绕好几个弯。这个是必须的，这是一条黄泉路，不归路。如果笔直的、宽宽的、康康壮壮的，那就不像话了。只要拐上7、8个弯，鬼就不好认了。他们再想返回到王家庄，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端方舍弃了这条路，他决定从村北的河面上登过去，这样就绝对不会遇见什么人了。可端方还是失算了。就在他举着裤褂和大锹踩水的当口，顾先生和他的鸭子拐了一个弯，迎面就碰上端方了。这时的夕阳刚刚落山，夕阳漂浮在河的西侧，整条小河都被太阳染得通红，是那种壮观而又凄凉的红，很妖。因为逆着光，刚刚拐弯的顾先生和他的鸭子就不像在水里了，而是在血泊中。端方就觉得自己不再是踩水，而是在浴血。这个感觉奇怪了，有了血淋淋的粘稠和滑腻，还有一种无处躲藏的恐慌。端方本来可以一个猛子扎下去的，无奈手上有东西，这个猛子就扎不成了。端方就想早一点上岸，离开这个汪洋的血世界。顾先生把他的小舢板划过来，一看原来是端方，就把端方拖上了小舢板。顾先生说，端方，忙什么呢？端方光着屁股蹲下了，正在喘息。顾先生说，端方，你的脸上不对，忙什么呢？端方想了想，扬起脸来，突然问了顾先生一个问题，顾先生，三丫长什么样？这个问题空穴来风了。顾先生说，都放工了，你干什么去？端方说，我去看看三丫的长相。顾先生抬起头，看了看远处的乱葬岗，又看了看端方的大锹，心里头已经8、9不离10了。顾先生说，我们还是回去吧。顾先生说，我们来谈一谈一个人的长相。
顾先生把端方带回到他的茅棚，却再也不搭理他了。他请端方喝了一顿粥，算是晚饭了。喝完了，走到河里洗了一个凉水澡，拿出凳子来，坐在河边上，迎着河面上的风，舒服了。顾先生和端方就这么坐着，不说话。不过端方知道顾先生会说话的，他答应过端方，要和他谈谈一个人的长相的。夜慢慢的深了，月亮都已经憋不住升了起来，是一个弦月。弦月是一个鬼魅的东西，它的光是绰约的，既清晰又模糊，没有色彩，只有不能确定的黑和不能确定的白。河里的水被照亮了，布满了皱纹，有了苍老和梦寐的气息。端方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坐了多长时间了，有些急了。端方说：“顾先生，你说要和我谈谈的。”顾先生似乎想起来了，说：“是。”顾先生站起身，回到茅草棚，再一次出来的时候，手里头拿了几本书。顾先生把书递到端方的手上，说：“端方，拿回去好好读。”端方把书推了回去，死心眼了，说：“顾先生，我想知道的是三丫的长相。”顾先生说：“三丫已经没有长相了。”端方说：“三丫怎么能没有长相？”顾先生说：“他死了。”端方说：“他是死了，可他有长相，一定有的。”顾先生失望了，说：“端方，你知道什么叫死？”端方愣住了，摇了摇头。死就是没有。顾先生说：“死了就是没有了。”端方说：“他有。”顾先生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会同意你的说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都死了，物质都没了，哪里还会有什么长相？”端方不说话了，一个人掉过脸去，望着远方的水面。等他回过头来的时候，顾先生意外地发现了端方的面颊上有2道月光的反光，是泪，凉飕飕的，却很亮，像2把刀子劈在了端方的脸上，只留下刀子的背脊。顾先生说：“端方，眼泪是可耻的。”端方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哭了。从来到王家庄的那一天起，端方就再也没有流过一次眼泪。即使在三丫咽气的时候，他不会在王家庄流泪的。他不相信王家庄。端方想擦干它，然而擦不净。泪水是多么的偏执，多么的疯狂，它夺眶而出，几乎是喷涌。端方说：“我怕，我其实是怕。”顾先生说：“你怕什么？”端方说：“我不知道，我就是怕。”顾先生想了想，再一次把书递到端方的手上，说：“端方，你要好好学习，好好改造。”这句话突然了，端方摸不着头脑，不解地问：“我改造什么？”顾先生坚定地说：“世界观。”端方说：“什么意思？”顾先生直起了身子，说话的速度放得更慢了。顾先生有些难过，说：“你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相信眼泪，眼泪很可耻。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不会害怕，我们无所畏惧。”顾先生说：“人生下来是一次否定，
死了则是否定之否定，死亡不是什么好东西，归根结底也不是什么坏东西。它证明了一点，彻底的唯物主义是科学的。顾先生说，活着就是活着，就是有，就是存在，死了也就死了，就是没有，就是不存在。我们人类正是这样，活着死去，再活着再死去，这样循环，这样往复，这样否定之否定，这样螺旋式前进。我们都已经这样大踏步地发展了5000年，你怕什么？顾先生说，我们也一定还要这样大踏步地再发展5000年，你怕什么？顾先生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没有那样的疑神疑鬼，那样的婆婆妈妈，那样的哀怨、悲伤与惆怅，那样的英雄气短和儿女情长。我们死了，不到天堂去，不到西天去，我们死了就是一把泥土。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个花不是才子佳人的玫瑰与月季，牡丹与芍药，是棉花、高粱、水稻、大豆、小麦和玉米。你怕大豆吗？你怕玉米吗？顾先生说，不要怕，任何一个人他都不可以害怕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那是要犯错误的。三丫不存在，三丫的长相也不存在，存在的是你的婆婆妈妈，还有你的胆怯。顾先生说，我说的太多了，有45分钟了。端方，带上大锹，回家睡吧。端方必须承认，他有点喜欢顾先生的谈话了。他的谈话带有开阔和驰骋的性质，特别的大，是天马行空的。端方还注意到顾先生说话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特征，那就是他从来不说我，而说成我们。这一来就不是顾先生在说话了，他只是一个代表，他代表了一个整体，有千人、万人、千万人，众志成城了，有了大合唱的气魄，这气魄就成了一个背景与底子，坚固了。端方仔细地望着顾先生，这刻顾先生坐得很正，面无表情。端方意外地发现，这个晚上的顾先生特别的硬，在月光的下面，他像一把椅子，木头做的，是铁打的。顾先生的身上洋溢着一种刀枪不入的气质。端方相信，他自己在顾先生的眼里肯定也不是端方了。同样是一把椅子，木头做的，是铁打的，面对面放在了一起，是2把空椅子，里面坐着无所畏惧。端方突然意识到，彻底的唯物主义真的好，好就好在彻底2字，都彻了底了。